我没事，希儿。看样子，那个人又一次干扰了与高塔贤者相关的空间。我想，从贤者开始展示回忆的时候，那个人就跟进来了。每到关键时刻，他就会出现，向我们灌输自己的观点。能够像这样随心所欲地入侵意识空间，和那个在我面前假扮你的人，想必是同一存在。哼，我倒是很想看看，他要是撞见了十之律者，会有什么下场。不过，我们还是不明白他究竟有什么目的。这个声音是灰蛇？难道这是我们还在量子之海里的时候发生的？我们快去看看，希儿。原来如此，你不在这里。一个来自异世界的影子，因为漏算了你的存在，而使我功亏一篑吗？我也感到非常惊讶，不知名的先生，没想到我能在诞生之初遇到了你这样的个体。诞生之初啊，我明白了。呵呵，为何没有想到呢？那个女人的行动很可能伴随着一种圣痕的诞生，不，或许根本就是互为因果。可是我很好奇，你我毕竟无冤无仇，你又何苦要加害于我呢？你误会了，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只是因为量子之海里的空间并不稳定而已。我的本能是存续，为了能够获得稳定的空间以及回归自己的原点，我需要相对稳定的空间以及充足的能量。所以就不由分说从我身上转化能量和空间吗？只是为了能在量子之海里活下来。你想要的东西和我又有什么区别？是呀，我就是从你身上学来的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圣痕生命在诞生之初最主要的本能就是学习。催化我诞生的姐姐让我觉醒了存续的本能，而你则让我觉醒了掠夺的本能。从环境中获取资源，构建自己的躯体。千万年来，人类也是这么做的，不对吗？是吗？那还真是谢谢你，愿意陪我聊天啊。如何？在那边的两位希儿，到此为止，才算是真正解释了全部的来龙去脉，对吧？那还真是谢谢你，为我们加演了这么一出肥皂剧啊！那个灰蛇的结局虽说也是自作自受，但我还是觉得和他那种直白的恶徒相比，你这样莫名其妙的家伙更叫我难以忍受。我还以为如实展现我的动机，你们就能够理解了。理解？当你们从这个梦境中平安醒来的时候，高塔贤者的全能也将完全转移到你们身上。我始终认为那不是最好的办法，对我们任何一方来说。我明白你不同意我们继承高塔贤者的全能，因为你并不相信我们能够承担这份责任背后的代价。但正如刚才我们所说过的，我们彼此都已经做好了觉悟，而这份觉悟也绝不会输给你这种家伙。相信或者觉悟并不重要，我只是单纯觉得你们继承贤者全能和我吸收那个仿生人的能量，这两件事似乎也并无区别。
不过，你们刚才的演说，从另一个角度上，也的确让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点动摇。也正因为那一瞬的动摇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一个从你们身上学来的办法。而反过来，我也想看一看，你们的心灵是否也会和我一样发生动摇。直面死亡需要足够的觉悟，有时那只能在切身的危机面前才能显现。之前借用圣城中的怪物，我在记忆中给予了你们小小的考验。另一个我，真而拿你没现在办法。我已经知晓你们会因何而动摇。希尔，这家伙的动作快得不正常，是用梦境的权限作弊了吗？可如果这样下去，我们在贤者的记忆里长时间战斗，两个世界或许都会陷入危险。我们不能拖太长时间，得想个办法。和我一起战斗吧！是。喂，什么？他慢下来了。希尔，趁现在。拜托了，另一个我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姐姐，你……嗨，米斯特林，把我们困了这么久，你终于想起来要解除一下梦境吗？抱歉了，不过我可得帮贤者大人澄清一下，我们早就发现了额外的异种圣痕，只是要想加以针对，也必然需要做许多准备。最后能逮住这个调皮的家伙，也多亏了贤者大人的帮助。当然，帮忙制造破绽的你们，也功不可没哦。你和他们的看法一样吗，姐姐？我只是希望我们都能继续存在。抱歉，但我不能再放任你为所欲为。接下来我们必须完成稳定两个世界的行动，而你的自私行为会破坏世界的规则。我……终于被消灭了吗？别动不动就用那么危险的词嘛。那孩子只是暂时回到了自己该回去的地方，对吧？你们把它回收进了圣痕空间，是吗？所以，在这之前，你们就已经清楚它的存在和由来了。它到底是谁？我称之为异种圣痕0015号。它诞生自异种圣痕0014号，也就是你们所熟知的高塔贤者。准确地说，我将希尔你们引入量子之海时所产生的波动，作为一个漫长过程的最终节点，催生出了它的存在。牺牲自己维持世界的高塔贤者，他身上被压制的求生本能逐渐剥落，进而反过来阻止这一切。这只是我目前的推测，但应当与事实偏差不大。诞生自异种圣痕的异种圣痕，怎么西伯利亚的人都这么喜欢套娃？哎呀，我的信用似乎还没有差到这个地步吧？我无法准确陈述你们的定义，但我确实能感受到他与我同源，所以他才会叫你姐姐。之前也就罢了，你们明知道有这种危险分子存在，还放任他在塔里行动。这件事我也不知情呢。不过，事后想来，这应该是贤者大人的另一重保险措施吧。
谁让我的信用真的不太好呢？事关整个世界的规则，我必须确认你的判断中没有混入杂质，所以我让他负责了一次对希尔弗勒爱的另类检验。只是没想到他会更进一步攻击你们的肉体和精神。那么他当时还有之后告诉我们的也都是真的吗？成为高塔贤者就需要永世留在塔中进行无休止的慰灵，这一点还有每次引渡灵魂都会丧失一部分力量，最终被蚕食殆尽，这一点他们都是真的吗？对于不完整的贤者来说，这些缺陷确实存在。如你们所见，贤者大人现在之所以会如此虚弱，除了在刚才那2场战斗中的消耗以及力量的转移之外，平日里的慰灵也带走了他大部分的圣痕力量。毕竟照耀死后世界的月岩本来就补充自圣痕的力量呀。你刚才说不完整的贤者，那完整的贤者又如何呢？准确来说，我也不能确定，因为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高塔贤者嘛。也许你们会比他更自由，也许你们还是要为了2个世界的存续而被禁锢在高塔中。不过从积极的角度想，这之间的区别应该就像羽化前后的律者一样吧。这样啊，我明白了。虽然我只是一个外来者，但在目前的状况下，我很乐意接受高塔贤者的传承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我准备把希尔和自己禁锢在高塔里，我们还有需要回去的地方，也还有在等待或寻找我们的同伴。但就像在我们的世界中幽兰戴尔曾经实现的那样，我相信我们也一定能找到一个2全其美，不，皆大欢喜的手段。为此，我甘愿先成为高塔贤者，接受贤者的冠冕与枷锁。你也是这样想的吧，希尔？正因为我们已经考虑到了这一步，我们的内心才确实没有被那个0015动摇。你选择的地方就是我选择的地方，等到我们回去的时候，就可以向 Bronya 他们好好的吹牛了呢。这样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代表这个世界感谢你们。从这一刻起，你们就是新的高塔贤者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。所以，原来的高塔贤者是在耗尽力量后消失了吗？真是的，别忘了这里还有我呀。虽然属于他的力量已经所剩无几，但我还是能通过将他收进圣痕空间的方式保有他的存在。当然，短时间内他是没力气出来和大家打招呼啦。贤者大人的交替，没想到我还能有幸亲眼见证这种世界级的大事啊！直到刚才神使们回到镇上，大家才渐渐冷静下来。要是现在把这个消息传出去，那肯定又得炸开锅了。喂，你可别管不住嘴巴呀，维塔。不会不会，再怎么说我也能分得清轻重嘛。之前安抚居民们的时候，我不也帮上了不少忙吗？准确来说，在我和神使负责的部分以外，你承担了大约3%的工作。毕竟我只是个凡人，比不过机械和神使也情有可原呀。但不管怎么说，
身为这场混乱中的有功之臣，让我看一眼新上任的贤者小姐总是可以的吧？我很好奇她现在究竟有什么变化呢？的确，在亲眼见到希尔以前，对米斯特林的战后总结，我最多也只能相信5成。我知道了，那就请各位往这边走。是希尔。嘘，他正在练习使用贤者之力整合祈祷，御使神使呢。另一个希尔回到了他体内？不，他回到沙铁国度和石之律者他们会合了。那里现在的情况大概比岩雪圣城还要混乱得多吧。不过那孩子还是很温柔能干的，想必很快就能把问题都解决掉吧。温柔吗？怎么了，苏珊娜？为什么一脸困惑的表情？不，我只是在想，他刚才形容的那个人，真的是另一位希尔吗？看人可不能只看表象哦。就像石宇绮罗小姐，你不也因为外表以及与这外表又有反差的性格，而对我产生了不少误解吗？这是……各位，等一下，贤者大人，不，希尔小姐的样子好像有点不对劲。希尔小姐，贤者的力量不正常，怎么会这样？世界崩溃的警报！哎，不会吧？这么快又开始了？不是说只要整合了高塔贤者的力量，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吗？但是怎么看希尔的样子，这股力量好像不是在帮助我们呀。米斯特林，这也是你的计划吗？这还真是。虽然不太想用这种方式自证清白，不过如你所见，受到异常状态影响的，似乎不只有希尔。曾经过度接近这个世界核心规则的人，好像都会被波及到。的确，我们正在遭受某种力量的反噬。不仅如此，喂，听得见吗？希尔，石之律者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希尔他还好吗？谈不上还好，不过我还能撑住。石之律者，你别掺和。瞧，就是这样。虽然被某种力量压制住了，但意识还挺清醒。问题是，不仅他出问题了，石头博士和那些鬼魂的状态也都突然变得很差。不是说可能是那个什么贤者的力量出了问题？你没有头绪吗？的确，高塔贤者的力量出了问题。不，与其说是力量出了问题，不如说是力量没有起到效果。这种力量似乎被世界的规则所束缚，变成了大家的累赘。你的意思是，这倒真是我的疏忽。不过，它的确可以解释现在我们的处境，非常有道理。所以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啦？就是说，替换高塔贤者这个方案，并不能解决两个世界面临的危机。世界依然在崩溃，而我们也将注定卷入其中。